拜登威胁对华撤资啊，不料中企先发制人，给其当头一棒。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自从中美气球事件以来呢，美国就一直在抹黑打压中国啊，想借着流浪气球的事件营造出新一轮的反华浪潮。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呢，美国却发现自己处在了国际舆论的下风啊，眼看着在这件事儿上呢，这没有占到便宜的美国人啊，又开始恼羞成怒了起来。据悉，美国总统拜登正在推动一项打压中国的计划，那就是完全禁止对部分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此前，美国呢已经和日本、荷兰这两国达成了协议啊，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那么对华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出口管制。但美国人似乎不满足，不仅要在技术上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如今呢还准备在金融领域进一步的来打压，禁止美国资本投资部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那么中国外交部已经多次强调，美国的所作所为啊，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中方呢也将采取相应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然而，对于中方的严正警告，美方却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而且，拜登本人还亲口表示呢，他已经告知中国，如果继续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的话，那西方将撤出对华投资。显然，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众所周知呢，中国在一开始就已经表明了自己在俄乌冲突中的中立的这样一个立场，并积极的劝和促谈。在乌克兰困难时期呢，中国还援助了必要的生活物资，这么做就是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冲突。至于那些所谓中国只向俄罗斯提供军援的消息，只不过是西方媒体编造出来的谣言而已啊。目的就是想让中俄两国呢塑造成国际社会共同的假想敌，以稳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所讲的那样，不管塞尔维亚怎么做，西方都不会撤回对科索沃独立的承认。同理，不管我们怎么做，美国也不会停止对我们的打压。既然如此，那我们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只有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才能让其明白和中国作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眼下呢，还没等拜登打压中国的计划付诸实施，那么中方就先发制人，给了他当头一棒。那么有消息显示，中国两家最大的电信公司已经终止了与美国、埃及合作的欧亚互联网电缆项目，并且撤回了共计1亿美元的投资。不得不说，这两家这个中企选择在此时退出这个项目，不失为明智之举毕竟美国呢不断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方企业参与这个项目的这个铺设海底电缆。面对如此情况中企当然要采取行动来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中企呢，这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美国，中国投的钱随时都能要回来。要知道，中企对美国的投资数额并不小。如果拜登政府执意颁布对科技型中企的限制令，那么我们自然也会以牙还牙。而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个道理相信美国企业也是深有体会。毕竟近2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的制裁，最终呢都反噬到了他自己的身上，而这次同样相信也不会例外。所以我们希望美国政府也能够好自为之，否则也必将是自食恶果。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